哇，这个很难判断是写什么字。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那一旦快要到了过年呢，我都会从花莲回到汐止。那依照往年的惯例呢，只要回到汐止因为有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嘛，我就会找汐止的一些地方来做一些踏查。那今天要带大家来走访哪里？乡长里。那我现在人站的地方是五堵火车站，这边是离我要去那个乡长厝最近的一个车站。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乡长厝呢？不过必须诚实跟各位讲，今天我要走踏查的这些地方我是临时起意的，所以我也没做什么功课。所以刚才在出火车站的时候我就临时恶补了一下。那乡长厝呢，据我过去所找的资料极有可能是过去那个丰仔自社的一个旧社的一个位置。不过这个资料是没有经过比较详细的考证的。那现在目前这边还有留有一个矿坑的遗址。今天重点就是要带大家去走访这个东山煤矿的矿坑遗址。这个也是蛮有历史的据说是从日时代就有了。好，那就先这样子话不多说，我们出发吧。那我现在站这个方向是五堵火车站靠近基隆河的那一段，这边就是基隆河。那因为我是第一次来那我就开 Google 导航我就跟着导航走就好了。虽然我没做什么功课呢，不过至少还有一点概念。那我们这个五堵呢过去也是一个很兴盛的一个矿业聚落。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好像就是要左转。过来这一头呢，煤矿故乡。待会要走这个桥，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历史解说牌。这边做了一个装置艺术，蒸汽机关车三魂阿车。这边有一些旧照片，哇，好酷这个就是所谓的三魂阿车。那三魂阿车是比五分车还要窄那个轨道那我们知道那个五分车是762嘛，然后三魂阿车是多少呢？610。路寮2坑中途休息的地方，然后这里是吊车场。不过这些照片都是战后的时候的照片好，我们要走这个桥咯。乡长厝桥。这个就是以前旧桥的位置吧？我不知道意外发现这个旧照片还蛮多的呢。对啊。好酷这个有时候网络上还找不太到。光这个桥上就有放了一些很不错的东西。这个模拟过去的三魂阿车的一个轨道这个轨道的宽度呢就是610到10公分了。今天我们要去看的那个矿坑遗址呢就是属于东山煤矿这边也有写它的简史的不过我们等一下去看的话上面那个矿坑那个牌匾写的是山河煤业。如果要追溯到更早之前呢在清代时候这边就已经有，就是汐止跟七堵的山区嘛，就已经有煤矿的开采了。那我们要下去咯。那这一端呢一样有历史解说牌，煤矿的故乡。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直走这条路下去。这条路看起来就很小嘛这个应该也是古时候的路。当然，现在这边的房子呢，就已经跟过去大相径庭了。要过这个涵洞，那这个上方呢，就是中山高速公路。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涵洞下面有标注一些高度为什么呢？因为这边过去也是一个淹水区那过了涵洞之后呢，我们要往右边走东山煤矿遗址。跟着路标指示走。这边有一个砖砌的房子，这边写一个煤矿故乡，应该就在这里面了吧？
这边有一条路是往山上的，我在猜应该是在这里面，不过它门好像是关起来的。来看一下是不是可以到里面去看。哎呀，我不知道能不能进去，我去开一下那个门。这个门是关起来的，我没办法进去。给各位看一下。那我试着来走这个山路上去看看。这个有写个文史工作室应该是属于我们这边当地的文史工作者他们自己的地了对。哇，这个石佛也太酷了吧！对啊，这个绝对不是镶上去的吧？是把那个岩石就把它刻成这个样子，好厉害！猜想这个应该是一个艺术家所住的。那这个矿坑呢就在这边。哇，这边有一些解说79年8月17日，最后一班煤车出坑。这是矿坑口上面的牌匾上面写个中华民国44年友瑞煤矿山河坑，提示人是游弥坚。游弥坚呢是战后第2任市长，台北市市长。刚刚我们从五堵火车站一路过来看到那个路标指示牌上面不是写东山煤矿的矿坑遗址？那到了现场呢，我们看那个牌匾上面居然写的是山河坑。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呢？其实这个就要讲到说，这个矿坑经过历史上的变迁它的拥有者都不是来自同一个企业嘛最早有记录叫修济煤矿，然后后来都被志林纸业给接收了。那为什么职业公司会去接这个煤矿的矿坑呢？其实这个矿坑里面所蕴含的不是只有煤矿而已，它还包含了石灰石、硫矿，这些都是可以拿来做造纸很重要的一些材料了。当然，这个职业公司到战后这个矿坑一度就把它废弃掉了嘛，一直到了民国44年也就是1955年，这是由这个山河这个公司所接收，所以才会称为山河坑啊。经过了几年之后呢，又被东山煤矿所给接收，那最终它的主人呢，就是属于东山煤矿。接下来重点要来跟各位提一下这个游弥坚这位台北市的第2任市长，他是出生于内湖，算是内湖人可是呢，他在日治时代的时候他就到了中国，然后加入了国民党。但当日本战败之后呢他们那些人就回到台湾了，那台湾人就把这些人称为半山仔。半山啊，那游弥坚后来是被那个陈仪指派为官派的一个市长，因为曾经受过日本教育嘛所以这个国民政府呢就委派这些半山仔来加入这个日产接收委员会。那游弥坚在他任市长期间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啊，因为利用他的职务之便套进了我们台北市有将近200栋的日产其中还包括了井守勋的那个故居那看完这个矿坑遗址呢，接下来带大家去看一个，这附近有一个皮塘，还叫做乡长里大皮吧。其实我今天的记录也是会有 GPS 不过呢，我是建议大家直接开 Google 导航来走会比较方便因为我都是这样来来回回走不一定是同一个路线。那刚刚从那个山上走下来之后是要立刻要右转，来到这边呢要走左边这个桥过去。那在下面这条溪叫做乡长溪。其实我们这边的山区的煤矿大部分都是在民国90几年，民国80几年，也就是90年代的时候陆陆续续的就封坑了现在留下来的就是一些遗址啊。那这个矿业的开采也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些血泪史来到这个地方呢，要转这边上去。你看我今天就穿了一般型的背包了，对啊，也就是说我是早上出门才决定要来这里踏查的。往左边过去，这边也有一个解说牌，叫什么？大皮出水口。原来这个大皮呢，在清末年间就有2公顷有余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湖泊嘞。民国50年，麦克阿瑟公路开辟，农田被征收。高速公路辟建之后呢，农田所剩无几，大皮的功效也日渐式微。这边写一个玉泉宫，大皮就是这个，哇，干得差不多了吧？我从 Google 地图上看，这个皮塘好像是被切成2半，这个是比较小的。
然后好像旁边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好，我们往上走来看，是不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皮塘？没错啦，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皮塘，这边一条路可以下去。这边一个比较小的，这个已经快要变成沼泽了。然后这里呢有一条路嘛，切开了。好，那这个就是它的大皮的皮塘。好。刚刚那个解说牌过去这边应该都是有很漂亮的水田，对。然后皮塘的周遭呢，在清代时期都会引水来做灌溉嘛，所以只要有皮塘就一定有水田。那后来当然水田没有了，这皮塘就会把它闲置在这边嘛，然后现在变成一些钓客们的最爱。那另外跟各位补充一件事情，也就是昨天我回到了社后，我也去找了一个叫做草烂皮。那个草烂皮已经基本上大部分都被填平了，只留下那个草烂溪的一些圳沟了。这个等下次有机会再带大家去看一下草烂皮，探索一下，看可不可以绕湖一圈。好像是不是可以耶？好像走到这边就不能走了。我怕人家进去还弄这个铁丝网，有点恐怖。你看，门禁森严。好，那我们来走那边。那边好像有一些人站在那边，那边可以走到这个湖的尽头那个地方。我的手被小黑蚊咬到，好痒。对，所以小黑蚊呢，现在已经是蔓延到全台湾了。天哪，不是只有花莲的特产。在这个地方又能上去，这条步道还蛮幽静的。这里就是那个大皮的尾端了。那这条路呢，一直走，刚才查了一下地图，可以到那个叫做狮头山呐。不过我今天可能没办法去那里狮头山，因为一开始我就说要去找那个丰仔市社的旧社的嘛，所以我们只好再回头。这边左转。大家会不会很好奇，为什么这边要叫乡长厝？是不是说以前曾经有一个乡长住在这边？其实不是的。那这乡长这个名称有两种说法。第一个说法是有可能是从那个丰仔市他们的语言把它转译过来。第二个是说，其实不叫做乡长，应该叫做乡顶。那台语也可以把它称为乡长。对。可是呢，我是从那个旧地图上看到，其实乡长厝这个名称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好像在清代时候就有了。对啊，那为什么要把乡顶改名为乡长？其实我也不知道。好，那来跟各位介绍，我这边有一个百年土地公庙。这个百年土地公庙是我刚刚才发现的，我不知道有这个可能要走上去哦。其实这个丰仔市社在汉化的过程的时期呢，很早就有出现了，应该是从那个清乾隆年间就逐渐的走入了汉化的过程。那这边为什么会有超过100年的土地公庙，也是见证了过去汉人入侵到我们丰仔市社的领域之后呢，就逐渐就定居在这里了。这些资料都是从过去他们丰仔市社的那些文献就是卖地给那些汉人的一些文件当中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那这个土地公庙都已经经过拓建了。刚好有人来这边拜拜，我们来看那个土地公喽。哇，这个土地公的形式就非常的古老了我觉得是元尊不是，旁边还有一个石碑，福德正神。好，我们来看这个石碑。那为什么土地公呢要用这个石碑来替代？最早据说啦，他们在建这个土地公庙的时候
其实都不会直接就做了一尊土地公嘛，通常都会有石头哦，亦或是像这样的石碑作为替代，敬拜土地公的意思。那依照惯例呢，我还是要来跟土地公拜一下哦。意外的发现这边还有一条步道，好，山径，我们来走看看。其实没有计划哈，想到哪里走哪里，其实也是一种趣味啦。其实短短一条而已，对啊，现在走下去到马路了，看一下。哎呦，右边有一间废弃的砖砌屋子，哎，对啊。不过要走过去好像有点困难。哎，这边好像可以上去。哎，哎，就是这一间。这个是铁皮嘛？我发现这个屋子的上方呢，有个牌匾哎。对啊。哇，这个很难判断是写什么字的。砖砌这个留下来的一片墙哈，依稀可以判断过去就是曾经人家的周楚。走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个反而是没有那个牌匾的。这个大榕树的根呢，已经缠绕在这个屋子上面的砖墙上面了。来考古一下，来看一下。这个都还是有残留的一些遗构啊，哦，然后这边也有，哦，散落地上的一些砖块，这边还有一些比较稍微完整的一点墙，对啊，一整排，哦，不知道有没有住在戏子的朋友知道这间古厝的由来？对，在烦请帮我解惑啊，很谢谢大家。好，那我们继续往乡长路2段的上面继续走。哎，这边也有一间旧房子，哎，今天的发现还蛮多的。这个就有写，这个就写个 G， 不过这个建法呢就更新了，不是像那种砖砌的哦。因为这间屋子旁边有一个庙。乡长李红姑娘祠，这边右边还特别写个明治45年建，不过这个碑看起来是比较新的。那明治45年指的就是1912年哦，大正元年。那红姑娘是谁呢？所谓的红姑娘庙，指的是供奉未婚早逝的单身女性。这类的小庙在一般的民间信仰当中是有些避讳的。譬如说，如果情侣一同来祭拜的话，可能会被姑娘嫉妒而导致感情生变。还有就是说，年轻单身男子来祭拜的话，长得太帅，传说会被姑娘给看上。不过这些都只是传说，而其实红姑娘庙是真正求财的庙宇，听说非常灵验。但请注意，在祭拜时需严肃，不得嬉笑，而且一定要来还愿。还有前往祭拜时一定要带上鲜花跟胭脂哦。其实这边还有一个砖砌的比较完整的一个屋体，哇，这个也是古厝了啦哦。今天意外的发现2个古厝遗迹，对啊，这个应该可以把它考虑列为历史建筑哎，哦。哇，这边还有一间砖砌的古厝，这个都有在整修过，看一下。哇，这个牌匾的字已经没有了哦，里面有人。像这样的建法哦，就是典型的那种汉人的勾楚嘛。对啊，怎么说呢？哦。
这个叫做三开间。什么叫做三开间呢？这个是正厅嘛，然后左右两边还会有2个侧厅。因为我有发现它好像就只有这样子它不是像一般那种三合院三合院还会有2个嘛，还会有2间嘛分别在龙边跟湖边这边。不过它就是这样子，主体就这样一栋三开间而已。因为今天是除夕嘛，所以他们正在忙这晚上的一些料理对，可能家人要回来吃饭了。我们继续往上走，看有没有新的发现。哎呦，这边还有一个这个是哎呀，刚刚那个叫做红姑娘，这个才叫做林成妹地基主。也要跟各位讲，很抱歉，刚刚我路过那个是红姑娘庙那我今天的目的地其实就是要来找这个林成妹地基主庙。对，我把这2个庙给搞混了。那这边呢，就是我认为啦，我个人认为应该是丰仔志社的旧社的地方。那这个林成妹指的是不是一位女性？或许不是有可能是指的也是男性那我现在下方呢这个就是乡长溪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前面走一下，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行程了。哇，然后这边好像已经不能走了，这是人家的私人土地，那狗一直在那边对我吠。那既然没办法走，我就只好折返回来了。然后因为我找了一些资料我觉得真的要去寻找那个丰仔志社的旧社，我是觉得有点困难。它其实没有明确的一个文献来指丰仔志社到底他们是住在哪里。有些文献是写在北岸，也有一些是在南岸。那如果你去比照一些旧地图，会发现还蛮乱的北岸就是属于这个地方嘛。我个人的猜测应该是丰仔志社他们的族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还蛮广的不一定只集中在某一个地方。那因为随着历史的变迁嘛那丰仔志社的人就把地一个一个卖给汉人，所以后来我们这边戏子就变汉人的天下了那丰仔志社也融入了汉人的一些生活了，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也被汉化。所以你看我们这样沿路过来也看了很多土地公庙还有一些汉人的庙宇。所以因此呢，真的要去找那个丰仔志社我是个人认为是很困难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往下面走到五堵火车站了。我们又回到这个红姑娘庙了。其实这边好像也有一个解说牌，我们来看一下。哇，这个叫乡长溪这边有一个告示牌，乡长溪改善工程乡长溪全长3公里哇，这个比想象中还长这边有地图那关于戏子这边的踏查呢它的文献其实还蛮多的。对，那其实我这个都要另外再找时间去找资料了所以呢并没有那么快，更何况我回戏子的次数也没那么多，所以我大部分时间还是针对我们华东那个部分去找了所以那个影片更新的比较慢请大家多见谅。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全部结束了，很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运动愉快，天天平安健康快乐。我是 Eric， 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居然这边还有一个历史解说牌我没有看到，细说圳沟顶木木是什么意思？以前的大皮的样子那这个是以前的稻田哇，你看这个是洗衣厂，原来这边就是过去的洗衣亭